兄长深爱的女子，身体里住着一个异世的灵魂。因为她，整个将军府支离破碎。兄长被他拿来第一个开刀，砍成了好几段。娘亲为了救我，被一箭穿心。父亲为了将军府鸣冤，撞死在金銮殿上。而那个罪魁祸首却和我的未婚夫，踩着将军府的鲜血走向了至高的位置。帝后出巡，我伪装成宫女，匕首刺进他胸口前的一瞬间，我被赶来的侍卫一刀毙命。眼前的场景突然飞速变换，我回到了将军府覆灭1年前。大家好，分享今天的故事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意识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只是一瞬间的恍惚，利剑刺入胸口的疼痛还未消散，我却忽然坐在皇贵妃办的赏花宴上。我的身体还维持着端着茶盏的姿势。这是1年前，我回到了1年前。知微，你身子不舒服吗？脸色怎么这样苍白？一旁的黎初担忧地看向我，我慌忙笑了笑道无事，却红了眼眶。上天待我不薄，让我能再次见到我的初初，活着的初初。前世将军府出事，大家都避之不及。将军府不过对李府有一丝恩情，李府却义无反顾，挺身而出，为我将军府伸冤，最后也落得个家破人亡。而黎初则变成了乱葬岗上的一具无名女尸。我刚欲开口，一道声音打断我的思绪。三皇子道。我看着那个被众人围绕，身着黑金衣袍，带着温和笑意向我走来的男子，知之，多日未见，甚是想念。三皇子顾成明，长宁未来的太子人选，是我将军府千金沈知微的未婚夫，也是杀害我将军府的元凶之一。前世娘亲死前将我藏起来，却还是被找到。顾成明说看往日情分上，饶我不死，却将我送到军营。我在军营里度过了一段生不如死的日子。再见到他，他搂着我兄长的未婚妻云初瑶，二人脸上皆是嘲讽的笑。我浑身狼狈地质问他，他直接抬起脚对我重重一踹，我轻飘飘的身子飞出去，摔落在地，又滚出好几丈远，似乎是被我的惨状逗乐。他喉间溢出一声轻笑。将军府早就不该存在了，沈知微，天下人都说呀，我这皇位是你们沈家施舍来的，可是你看看，你爹那个老不死的还挂在城墙上呢。至于你，将军府千金，现在不也是我一只脚就能碾死的蝼蚁吗？我吐了一口鲜血，看向云初瑶，那你呢？我兄长待你不薄，你为何？他打断我，妻，如果不是为了成明哥哥，谁会喜欢一个舞刀弄枪的莽夫？和他待在每刻，我都觉得恶心。再说了，我不过是略微勾了勾手，他就像条狗一样摇着尾巴来了，这也能怪我吗？兄长的尸体，浑身是鲜血，喊着让我快走的娘亲，还有那个见不到最后一面被挂在城墙上的父亲。回忆的一幕幕冲向我的太阳穴。想到这里，我毫无征兆地抬手给了他一巴掌，整个宴会顿时一片安静，周围人纷纷望向我，而顾成明表情未变，只是眼神微冷了一下，便恍若未觉，亲昵地低下头，眼里带着委屈。谁惹我们芝芝不开心了？告诉我，我替你出气。我笑了笑，真的吗？他点头。下一刻，我再次给了他一巴掌。顾成明，我们的婚姻作废吧，我不想选你了。他瞳孔骤然一缩，拽着我的手腕。为什么？芝芝，给我一个理由。我挣脱了他的手，用手帕擦一下下的擦着被他触碰的手腕。因为你的生母不过是宫里一个爬床的贱婢，你也是个登不上台面的东西。这理由够不够？
不够，还有你在京城西郊养的那位娇滴滴的美人，怕是怀孕好几个月了吧？像你这么脏的男人，如何配得上我？前世父亲陪着皇上一起打下这长宁的江山，那时醉酒的皇帝拉着父亲开口，若将军府未来有女，嫁给哪个皇子，那个皇子便是未来的太子，长宁的继承人。年幼我进宫玩耍，总能遇见比我大3岁的顾成明，一个人孤零零的，因他是一个爬龙床的贱婢所生，人人都可欺辱。每次见他，他都狼狈不堪，但是那双眼睛却带着明晃晃的野心。后来我及笄，我早知我这辈子大抵是在深宫之中，那不如选一个有野心的人。但是我却忽略了那个突然占据云初瑶身体的意识灵魂。云丞相家的小姐云初瑶，自小身弱，养在深闺中不出门，却在今年以惊艳的容貌、柔情似水的性子，以及那举世无双的才情，越过我成为京城第一才女。她那明媚张扬的模样，落在我兄长眼里的瞬间，也深深刻在了兄长心里。自此一切顺理成章，他成了将军府长子捧在手心里的人，也成了他的妻子。在新婚之夜，他却穿着火红的嫁衣，从书房的暗格里取出定下我将军府通敌叛国的证据。而我兄长的死，将军府的鲜血，成为他走上神坛最得意的作品。宴会结束，黎初同我离开，走出一段路，他才小心翼翼问我是不是中邪了。我只是笑了笑，反问：初初，你最想做的是什么呢？他似是不解，为什么我突然把话绕那么远，却仍旧顺着答了：我想做一名驰骋沙场、保家卫国的女将军。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亮亮的，又似乎想到了什么，低下了头，也就是只是想想而已。我摸了摸他的头，望着城门口，快了。月色下，少年端坐马背，一身玄色绣云纹的深锦衣，外罩深紫貂皮大罩，左手懒散地提着一盒藕粉桂花糕，生得剑眉星目。看见我，嘴角微微勾起，便翻身下马，走到我的身边。吱吱，今日宫宴为何这么晚出来？我没有说话，只是愣愣看着他。我的兄长，这个被京城嫡女称为京城双星之一的沈一之，现在也还在我面前活蹦乱跳的。见我许久没有说话，他伸手在我的眼前晃了晃。吱吱，到底怎么了？我鼻子一酸，低下了头。再一次抬头的时候，已经泪流满面地扑向了他的怀里。兄长，他立马手忙脚乱地替我拭去眼泪，指尖冰凉。是不是在宫宴上有人给你受委屈了？告诉兄长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咧嘴，眼眶通红，笑得比哭得还难看，语气哽咽。没事，就是想娘亲做的八宝鸭，还有父亲，他前些日子说给我买珍宝阁的簪子了。沈一之失笑，点了一下我的脑袋。多大人了，还哭鼻子？走，回家喽。娘亲早就把八宝鸭做好了，等你回来吃。父亲给你买的簪子早就放进你的小金库里了。回到家中，看见娘亲和父亲，我眼眶再一次的红了，泪水滑出眼眶。我擦着眼泪便笑了。真好，命运给了我一次从头再来就机会，我一定会改变将军府支离破碎的结局。既然说我沈家有谋反之意，那反了便是，为何那至高之位不能是我沈家？皇宫之中，我打了顾成明2巴掌的事情早已经传开，而顾成明养在西郊的女子怀孕的消息不胫而走，世人皆知。皇上赐婚，我早已是3皇上板上钉钉的皇子妃，而我还未嫁，顾成明就快有孩子了。这无疑是在打皇上和将军府的脸面。娘亲愤怒不已，
顾成明如今这一切都是因为芝芝才有的，他怎么敢这么对我的芝芝？父亲站在一旁摸了摸我的头，芝芝，我们将军府是你永远的后盾，你不喜欢便退了，将军府养你一辈子，我和你娘亲也舍不得芝芝嫁人。顾成明那小子，我明天就去他经过的地方套麻袋给他打一顿。兄长气愤地上蹦下跳，看到这些为我担忧的人，我心里的想法愈加坚定。这一晚，将军府书房的灯火长明，我求父亲提防皇上，因为将军府的处境早已岌岌可危，就算将军府陪皇上打下江山，这情分没有江山重要。皇上已经老了，在新帝上位之前，必定要拔掉将军府这个隐患。不论将军府有没有谋反之意，求他注意着三皇子。今年他会联手丞相府千金云出窑，让他接近兄长。他们会在1年后和兄长的新婚之夜捏造通敌叛国的证据，以及谋反之意的龙袍，把将军府钉在耻辱柱上。而兄长在赶回将军府的路上被禁卫军乱箭砍死，娘亲为了护着我被一箭穿心，月色如水。父亲久久地凝视着我，他不问我为何知晓1年之后的事情，不问我为何对朝廷局势分析得头头是道，他只是看着我说：“你前些日子总睡不好，你娘亲花高价买了燕窝，现在估计炖好了，去喝了吧。”我问父亲：“你相信人有前世吗？”他道：“无论前世今生，唯愿我们的芝芝一世无忧。”我垂下眼睫，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再抬头，我望着父亲：“爹，我要想学武，我想要保护我爱的那些人。”书房中，我拿着笔抄录着佛经。今年皇上的身体没有以前那么康健，皇后听了云游的道士话，要京城嫡女抄录佛经，替皇上祈福。宫里的王公公来上府收取，他捏着厚厚的一沓佛经，眯着眼睛笑了笑。沈小姐的心意，奴才定会如实的禀告皇后娘娘。我塞了一把银子，那就多谢王公公。寂静如水的夜，我望着窗外，绿竹走了进来，朝我行了一礼：“小姐，昨日丞相府千金在府中赏梅花时掉入水中，到今日方醒。”我示意他退下。前世就是这一场落水后，云出瑶完全变了一个人。7日之后的皇后办的试验，她会在宫宴中博得京城第1才女称呼，被京城的文人墨客称为小诗仙。可是这次又怎能让她如愿？7日后，我在宫宴中看见了云出瑶，她亭亭玉立，身上衣袂飘然，黑发如云，眉目如画，似乎是注意到我看向她的目光。她朝我走了过来，笑意盈盈。这便是未来的3皇子妃，不对，是长宁郡主之微妹妹吧？我在闺阁中就已耳闻，今日诗会请多指教呀。我慢条斯理抿了口茶，轻掀眼皮，瞥了他一眼，皮笑肉不笑的勾唇，请多指教。这次试验说是才子佳人聚在一起吟诗作对，实则是皇贵妃求皇后办的，想撮合顾成明与我破镜重圆。那日我扇了顾成明2巴掌，得知前因后果，皇上震怒，狠狠地罚了顾成明10大板，并赐死了那位美人，却不允许我的退婚。父亲带着将军府的丹书铁券进了宫，等回来的时候，婚已退，我成了长宁的长宁郡主。丹书铁券收上去，解了皇上的一桩心事，再给我无上的荣耀。9个月后更好拿将军府开刀，可是指导刀人也会被刀所伤啊。楼台亭阁，顾成明一脸受伤地站在我身边。芝芝，我不相信你是因我身份退婚，我何错之有？
何错之有？真不要脸！我冷笑出声，因为你脏啊，一次不忠，百次不用。顾成明，你爱我吗？他语塞，吱吱，我不想听他现编的瞎话，出言打断。顾成明，你当然爱我，你爱我将军府嫡女的身份，你爱我京城第一才女的身份，你爱我可以助你登上那位置的身份。他脸色铁青，刚欲开口，我抬手便给了他一巴掌。但是你唯独不爱沈知微这个人，你自始至终爱的都是你自己，似乎是不敢置信。我竟三番四次动手，上前狠狠地攥住我的手腕，一个身影将我护在身后，居高临下，语气冷漠：滚！你现在和我妹妹早无瓜葛，如今还要纠缠她作甚？沈一之，你给我让开！芝芝都没有说什么，你有什么资格对我说滚？我敬你是芝芝的兄长，但是你现在别给脸不要脸！顾成明一瞬间像被踩了尾巴，大声嚷嚷起来。争执间，一道笑盈盈的声音传来：呀，你们这是做什么？云初瑶上前亲昵地挽着我的胳膊，对着沈一之眨了眨眼睛，语气天真：这位就是知微妹妹的兄长吧？不愧是长宁小将军，不过人家小两口吵架，这做哥哥的凑上来不合适吧？这是想棒打鸳鸯不成？知微妹妹，你也真是的，男子的脸面多重要，三皇子又是龙子，在外多少要客气些吧？三皇子殿下没事吧？我回头看了沈一之，他皱了皱眉头，我心下大惊，怕他如前世般，没想到他开口便毫不留情面：你谁呀？我们将军府的家事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说道：且我将军府就芝芝一位明珠，一直妹妹妹妹的叫，你想做芝芝的姐姐？我将军府又不是那公统。我大开眼界，我怎么不知道我这兄长这么会骂？我配合兄长的话，推开云初瑶，面无表情：云小姐，你我非亲非故，请自重。他一脸不可置信，眼眶微红，估计是没有想到沈一之会这般说他。沈小将军，我和沈小姐一见如故，只是看见你们在争执，作为他朋友过来劝劝你们。这毕竟是皇后娘娘的宴会，那么多人看着，我也是怕你们为芝芝丢了三皇子和将军府的脸。如果我有得罪沈小将军的地方，直说便是，何必这般折辱我？真诚的表情，不卑不亢的姿态，宛如一朵在冷风中瑟瑟发抖却依然挺立的小白莲。要是路过不知情的人，可真以为我们在欺负他了。于是我也学着他的姿态，真诚开口：家兄出言虽直，却也是实话实说，说是折辱有些严重了吧？这本来就是将军府的家事，云小姐插手是以什么身份呢？以三皇子妃。我笑意不达眼底，还是我兄长的妻子。兄长无奈瞥了我一眼，敲了一下我脑袋，低声打断我：别瞎说。我朝云初瑶看去，他脸色已经难看至极，眼角甚至溢出了眼泪。他低着头刻意避开兄长，却又转过去朝着顾成明行了一礼，然后便径直朝着诗宴走去。顾成明看了我一眼：芝芝，不管你相不相信，我这辈子最爱的是你，那无上的位置的旁边只有你。说完便跟在了云初瑶身后。诗宴上，才子佳人三两成对，我和沈一之入席，周围人打趣：沈小将军什么时候有这样闲情雅致来参加诗宴了？毕竟以前他总是说文文皱皱的，听着牙酸，不如多练两套枪法。沈一之浅笑，望着我不语。皇后和皇贵妃到场，诗宴的气氛达到顶峰。皇贵妃望着皇后笑了笑：今日这梅花盛开的极美，不如以梅为名，大家各作诗一首。
皇后点头，摘下发上的一支金钗，这支金钗就奖给诗宴的第1名。我望着云初瑶，她一脸的志得意满，隐晦的和皇贵妃相视一笑，却没有逃过我的目光。看来没有将军府，皇贵妃又找到了丞相府，有意思。周围人纷纷作诗，轮到云初瑶开口。她望着梅花，吟道：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语毕，周围鸦雀无声，却立马又想起来此起彼伏的惊叹。云小姐不仅貌美，这才情让人甘拜下风。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好诗，真的是好诗。这京城第1才女的身份，怕是要换人啊！云初瑶依旧如9天玄女般，只是那望向我的眼光，得意又挑衅，不敢当，比不上知薇妹妹。知薇妹妹也来一首，给大家开开眼吧。我端茶浅笑，目光如炬。可以，但云小姐用剽窃的诗句来比，有些不好吧？关注我，每天更新精彩内容。偌大的诗宴，无数人望向云初瑶，投来看好戏的眼神。云初瑶脸色瞬间苍白，满脸屈辱地看向我。知薇妹妹，你若妒忌我，抢了你才女名头，我让与你便是。为何污蔑我？就因为刚刚我替3皇子不平，说几句话，你就这般刻意地针对我吗？够了！皇后出声打断了他。云初瑶下跪，满脸泪水，求皇后替我做主啊！还初瑶一片清白。他话音未落，一本诗集就砸在了他的脚边。你说沈小姐冤枉你，那你好好的看看这本诗集。他颤抖地拿起，满脸震惊地跌坐在地上，喃喃自语：不可能，不可能的，怎么会这样？不应该如此。周围人好奇，请求皇后娘娘给大家一览。那本诗集便在众人手中传阅起来，每传过一个人，云初瑶身上就多一道鄙夷的目光。诗集传到我这里，我伸手接过，轻轻摩擦着上面我亲手写下的字迹。你说求我做主，那我便做一次主。这本诗集是7日前沈小姐抄写佛经一同呈上，你今日所作诗句也在其中，这该如何解释？本宫该为沈小姐做主才是。皇后娘娘的质问伴随着周围人的指指点点，让她顿时局促起来，无视了背后那道怨毒的目光。我朝她灿然一笑，她意识到我在望她，用口型说了6个字，便昏了过去。你也是穿越的。我差点笑出声来。他以为我和他一样是一世之魂，但可惜了，我是重活一世，从地狱里爬上来的恶鬼。说来，前世兄长遇见他，还是因为我。云初瑶在诗宴上精彩绝艳，一举赢得小诗仙的称呼。我并不妒忌他的诗词，时而婉转，时而豪迈，时而霸气。我不是没有怀疑，但他总能出口成章。我想大抵真是天赋异禀，只因他的一句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对他心生好感。我和他成为手帕之交，他开始频繁地进出我的将军府，和我一同谈心，一同嬉闹，一同吃着我娘亲做的藕粉桂花糕。他看向我兄长的眼光愈发的黏腻，甚至因为其他女子送兄长花绢而赌气，然后撒娇的要个说法，恰到好处的说出1、2句似有若无、撩拨心弦的话。看着我兄长逐渐泛红的耳垂，他们黏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久，兄长午也不练，整日围着云初瑶的身边，恨不得把一颗心都掏给他。兄长和云初瑶大婚的前夜，我还在为兄长高兴，找到这一生所爱。那时候的我怎能想到1天后将军府的结局是这样呢？
所以今世我先一步把云初瑶前世所做的所有令人称赞的诗句抄写下来。诗宴上，云家千金盗窃诗句成了京城的笑话，但是我却无暇顾及。还有3个月，南蛮入侵，兄长率兵出征，这场仗打了2个月，军中出了奸细，兄长虽然胜利，但是也断了一腿。京城里的人最近发现将军府在采买兵器，购买古籍，问其缘由，将军和将军夫人只是无奈地笑了笑。自家的小女儿最近想一出是一出，嚷嚷的要学武，约莫是觉醒了武将血脉。将军府就这一颗明珠，便也只能顺着他，任由他胡来。将军府后院2少女1少年，或执卷或舞剑。我自幼便习武，但12岁那年，我只婚3皇子，便放下了手中剑。这次我再次执剑，只想保护所珍视之人。黎初自小就想当一个骁勇善战的女将军，听闻我要她一起习武，她高高兴兴就来了，让父亲亲自教导。未来她定会在战场上大放异彩。我一直都在等娘亲和父亲问我缘由，但是他们从未说什么。娘亲只是提着做好的点心，等我们练累，笑着替我擦汗。父亲白天耐心地教着我和黎初武艺，晚上书房教我谋定天下之事。兄长比以往更加的勤奋，经常挑灯夜读，望向我时总会对我说道：“芝芝，兄长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但是天塌下来，有你父亲和我替你顶着，不要把自己弄得那么累。”我鼻头一酸，他们似乎是已经猜出了些大概，尽力地替我托举。那日夜晚，我和兄长从李府吃饭回来，路上明显地感到巷子里传来一些异常的动静，辱骂、女子的哭声。这声音一听，我便知是云初瑶。兄长跟我对视了一眼，让我待在马车。我怎么可能听话，跟在他身后走了进去。走进巷子，我便看见沈初瑶衣着狼狈，露出香肩，而那撕扯他衣服的男子是京城有名的纨绔。小美人，躲什么呀？今日不如从了本少爷，也带你吃香的喝辣的。兄长看见，上去便是一拳，那纨绔当即便倒地不起，甚至飞了颗牙出去。云初瑶就像看见救星一般，跌跌撞撞地扑进我兄长的怀里，紧紧抱住他的腰，哭得梨花带雨。倒地的纨绔也知道将军府的沈小将军不好惹，刚刚嚣张的气焰被消灭了一大半，却又不肯全失了脸面，嘴还硬着。都说沈小将军不近女色，我看也不过如此。说完便匆匆地离去。我站在兄长的身边，面无表情看着，即使我改变了试验，他还是会费尽心机的来设计一场英雄救美来接近兄长。而云初瑶这时也从兄长的怀里抬起头来，泪水连连，似乎是从未与男子这般亲近，如受惊的小鹿。沈小将军，今日多谢你，不然瑶儿的清白就……他欲起身，但又像没了骨头，再次朝兄长怀里扑去。我皱着眉头，刚欲把他从兄长身上拉开，兄长却先我一步后退，客气而疏远：“云小姐，男女授受不亲，请自重。”云初瑶跌坐在地上，苍白着脸：“沈小将军，你误会了，我的腿扭伤了，可以送我去附近的医馆吗？”兄长显然犹豫，他似乎知道了我不喜云初瑶，便看向我。我只是勾了勾唇，皮笑肉不笑：“云姑娘，天色已晚，医馆离这儿还有些路，前面就是我将军府。将军府有府医，让他们给你看看。”他似乎愣住，没有想到我会这么快同意。他小心翼翼地看向兄长：“多谢沈小姐，只是我这腿
恐怕有些行动不便，能否劳请沈小将军扶我一下？呵，不能。我飞速出言打断，兄长已经有心悦之人了，男女授受不亲，还是我来吧。兄长看向我，眼睛微瞪，脸上写满了疑问。在他开口问我他哪来的心悦之人前，我抢先一步，在惊呼声中拽起了云初瑶，直接扛起他走向马车。还多亏这2个月练武，扛他轻而易举。至于兄长的心悦之人，他和黎初在我眼皮子底下，我又不瞎，我这也不算瞎说吧。马车里，云初瑶抓住我的手，一脸柔弱。沈小姐，上次试验是我鬼迷心窍，妒忌你的才情，才剽窃诗句为己用。沈小姐大人大量，可否原谅初瑶？我撇开他的手，我从未把这事放在心上。他见我反应，以为有机可乘，立马又摆出他那副可怜姿态。沈小姐真是人美心善，我自幼在深闺，身边半个同龄人都没有。若是能和沈小姐做姐妹就好了，我以后便可以常来将军府走动，也算有人能陪我说说话。我鸡皮疙瘩一下就起来了，忍着恶心，连忙岔开他的话：你怎会招惹上那些人？他仿佛有些后怕，怯怯地捂着心口：今夜花灯节吗？我一时玩得太开心，和侍卫走散了。我想一个人回去，走到半路便被他们拦住了。说到这里，他还装模作样挤出2滴泪来。要不是沈小将军出现，我今日恐怕就你们兄妹俩的大恩大德，初瑶此生难忘。我微笑，没有接他的话，拍了拍他的腿：云姑娘，你的腿现在怎样？他皱眉，咬着嘴唇，不碍事，却又一副极尽忍耐的模样。我挽起袖子，笑得一脸灿烂：云小姐，医术方面我略知一二，我会推拿，可以缓解你的疼痛。云初瑶显然并不情愿。马车外兄长清朗的声音传来：云小姐，还是让芝芝给你看一下吧。云初瑶只能伸出腿，白皙的脚腕无任何红肿之色。下一刻，我不顾他的挣扎，捏住他的脚腕，狠狠用力，瞬间传来了脚踝骨清脆的断裂声，而他即将出口的尖叫却被我死死捂住。他眼里的惊恐不加掩饰，似乎不明白我为何要动手。我凑近他耳边，压低声音，一字一句道：云小姐，想演戏就演真一点，我看不下去就替你变成真的。想来云小姐还得多谢我，这就疼得受不了了。当初我兄长可是因为你云家的奸细断了一条腿呢。我扶着云初瑶下了马车，兄长似乎感到异样，但也没说什么。我抬头便看见门口等待的娘亲，笑着扑了上去：娘亲，我好想你。娘亲拍了拍我的头，看向我身后的脸色早已苍白的云初瑶：这位便是云小姐吧？兄长向娘亲说了来龙去脉，娘亲听完点了点头。云小姐伤得这样重，那芝芝快带云小姐看看吧。府医的诊断很快，云小姐这腿扭伤严重，伤筋动骨100天，云小姐得好好卧床2月方可见好。多谢。府医告退。云初瑶看向娘亲，欲言又止。云小姐，有什么话直说便是。夫人，今日若不是沈小将军救了我，我清白便毁了。其实我一直以来都爱慕沈小将军，救命之恩无以为报，我愿意以身相许。不知。闻言，母亲放下茶盏：云小姐，遇见这种事情，换任何人都会出手，莫非凡事救过你的人，你都许一遍？一只已有婚配，云小姐就不必再多言了。说完，母亲便走了出去。房间里就只剩下兄长，我和云初瑶。兄长轻轻咳了2声，
沈小姐，时候也不早了，我派人送你回去吧。云初瑶小心翼翼地开口，我还是害怕。你能送我回家吗？好歹去我府中，让我送一份谢礼。我兄长如今有婚约在身，这么晚和云小姐孤男寡女同行，外人看了要说闲话的。空气有些凝固，云初瑶的表情闪过一丝阴鸷，接着凄然一笑。我不等他开口，便说道：云小姐，我驾马车送你回家。路上，云初瑶掀开马车帘，她表情不再是柔弱无辜，纯良无害，眼神凛冽，语气刻薄。你也是穿越者，胎穿还是直接穿越？想必是胎穿吧，骨子里都沾染着迂腐味。你处心积虑提防我接触你哥和将军府的样子，真可怜。我才是这本书的命定之人，我能未卜先知，这一切都是命。将军府的命运，只有我能改变。我选择将军府，将军府就能一步一步地走上巅峰。可是你们将军府不给我面子，那也没有必要存在了。饶是我再有心理准备，听到这话还是内心震惊。我居然是书中的人物？你说什么？云初瑶不再搭理我，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浑浑噩噩，迫切只想快点到家。1月后，西蛮入侵，朝中无人赶上。将军府沈义之领命，率军出征。兄长出发的前一晚，我来到了他的房间。我让他提防军中一个不起眼的小官，因为这个小官会把布防图泄露给西蛮。兄长只是揉了揉我的脑袋，笑着对我说：等兄长回来，给你带边塞稀奇的玩意，芝芝肯定喜欢。大军出击的那天，少年一袭铠甲逆光而上。我从不信佛，可兄长出征后，我在佛堂跪了又跪。边线传来沈小将军中计被困，我手里的佛珠应声而断。前世兄长断了一只腿之后，眼里的落寞与不甘再一次地闯入我的脑海。我慌慌张张地向书房跑去。父亲，我要去边境，我要去把兄长带回来。芝芝，你兄长无事。他宽慰地拍了拍我，递给我一封信。我颤抖地打开，看完长书一口气，原来是将计就计，边疆连连传回捷报。沈小将军骁勇善战，连夺5座城池。班师回朝那日，皇帝大喜，封为骁骑将军，举国同庆。这一天，云初瑶被封为3皇子妃，离我将军府灭门还有3个月。兄长和黎初的婚事安排在前世将军府灭门那天。我开始每夜都噩梦缠身，半夜惊醒，我总会光着脚跑到父亲娘亲和兄长的院中，确认他们还在，我便安心。又一次的梦魇，睡梦中又是血腥的将军府，鲜血、惨叫，娘亲死不瞑目的样子，兄长被乱刀砍死，倒在地上被马蹄践踏，还有父亲挂在城墙上的模样。我醒来，来不及穿鞋子，风声呼啸，我跌跌撞撞地跑向父亲娘亲还有兄长的院子里，却没有看见他们。我一瞬间像被抽了魂，腿一软便倒了下去。再睁眼，娘亲、父亲还有兄长一脸担心地围着我。芝芝是做噩梦了吗？娘亲在这呢。芝芝，你这段日子受太多了，有不高兴的，父亲替你解决。是啊，芝芝，兄长明天带你去珍宝阁买蝴蝶簪子好不好？瞬间，我如梦初醒，还好只是一场梦，一切都还没有发生。日子一天天过去，兄长的大婚在即，皇上却总是昏迷不醒。京城里暗流涌动，我也直接病倒，整日昏睡，一整天都没什么清醒的时候。府医替我诊治，也只是摇了摇头说道：心病还需心药治，
只有想开了，便能自愈。娘亲在我床边垂泪，吱吱，有什么心事和娘亲说说吧，将军府都在呢。我只是摇了摇头，朝他笑了笑。娘亲在我身边，我便安心了。我还想娘亲陪我过下个月的生辰呢。兄长婚礼的前夕，我再一次梦魇，脑子里反复出现云初瑶嚣张的脸，这一切都是命，将军府的命运。我从床上猛然坐起，泪又不争气地落下。既然苍天给我再来一次的机会，便不能只给我绝望吧。我摇摇头，想把这些杂念甩出去，也无心再睡，便想去院子里散散心。路过佛堂时，却见父亲、娘亲还有兄长跪在佛像前祈求。这一世，如若我和夫君还是要去，便用我二人的命，保佑我之唯一这一世无忧顺遂吧。我自知纵横沙场，双手沾满了鲜血，上一世不够还清，这一世以我的命来抵，这报应在我一个人身上就够了。我家之危上一世太苦了，一向有泪不轻流的兄长也重重地磕了3个头，红了眼眶。菩萨若能显灵，求求你了，这一世保佑之危，平安顺遂地过完这辈子吧。我如遭雷击，捂嘴不让自己哭声传出。原来这一世我从来不是孤单一人。终于到了那天，将军府里挂满了红绸，贴满了喜字，却没有半点喜气。离出不，现在是我的嫂子，一袭红色嫁衣站在我身边。我阻止了云初瑶靠近哥哥，军中的奸细已被捉拿，哥哥依然是那个骁勇善战的将军。府中所谓通敌叛国的证据也被我一把火烧尽，但是我似乎还是改变不了命运的安排。1刻钟之前，父亲被召入皇宫，兄长也被禁卫军支走。我不再挣扎，穿起了父亲送给我的铠甲，拿起了父亲书房里的剑。我对黎初说道：初初，现在该叫你嫂子了，你快走吧。书房里有一条密道，你换身衣服，走得远远的，不要回头。黎初拥住我，眼含着泪水：你叫我一声嫂子，我便已经是你兄长的妻。这将军府我替你兄长守着，谁来杀谁。娘亲看见我和黎初一身铠甲的时候，愣了一下，像是瞬间明白什么，泪如雨下。我只是攥紧他的手，前世没有保护好娘亲，这一世我不想留遗憾了。倘若我仍抵不过命运的安排，我便坦然赴死便是。但是在这之前，我绝不退后一步。将军府门大开，我和黎初穿着一袭铠甲走了出来。门口的侍卫统领皮笑肉不笑：沈小姐，你如今这般打扮是何意？莫非你们将军府真的通敌叛国？我上前一步，没有理他，而是一剑刺向他身后戴着面纱的女子。她尖叫一声，跌坐在地上。我狠狠一脚踏上她胸口，令她动弹不得。怎么，云初瑶，你今日是来看我将军府的笑话吗？内侍瞬间拔剑对我家护卫挡成一排，将我牢牢护住。你踩的可是三皇子妃，未来天下的皇后，你这般欺辱她，三皇子定会拿你试问。侍卫冷声地对我说道。我踩在云初瑶胸口的脚更是用力，语气冷漠：呵，未来的皇后，母家勾结外敌，置百姓于不顾的皇后，我今天偏偏要折辱她，你能怎么办？云初瑶在我脚下尖叫：沈之微，你个贱人，为什么所有人都向着你？我才是这天命所归，凭什么顾成明达娶我，却还要把皇后之位留给你？你别落在我手里，否则我一定把你送入军营，让你千人睡，万人骑。我要让你……啪！就在我忍不住要动手时，娘亲一耳光打了下去，这巴掌用尽了力道，
云初瑶的脸颊瞬间红肿起来，嘴角溢出鲜血。贱人，你居然敢打我！等三皇子登上皇位，我要把你将军府所有人的脑袋都挂在城墙上。啪！又是一耳光。母亲居高临下地望着他，我打的就是你这个污言秽语、肮脏恶臭的东西！我让黎初把云初瑶绑了起来，他披头散发，状若疯狂，嘴里仍然嚷嚷着要把将军府上下满门抄斩。而我缓缓地抽出了手中的剑，指向侍卫军，早已说明一切。侍卫统领怒声：你们是要造反吗？黎初拔剑，直接刺死了一个侍卫。行动早已经说明一切。我冷声：造反的罪名都已经定下，那我为何不可行这造反之时？说罢，便挥剑迎了上去。惨叫，鲜血，满地的血腥和前世一样。打斗中，皇宫那头传来了9声丧钟，有轰然的火光，照亮的半个京城。所有人都停住了，抬头看去，我紧紧握住剑柄，抿起双唇，几分绝望萦绕心头。终究还是改变不了吗？云初瑶不顾自己凌乱的头发和衣衫，猖狂地大笑起来，模样如同一个疯妇。哈哈哈哈！三皇子已经成功登上皇位了，现在我就是皇后。将军府意图谋反，被三皇子所诛，这理由实在是完美。沈知微，我就说这一切都是命啊，只有我能改变你们将军的命，但是你们不要。远处传来兵马，来的人是丞相，带着禁卫军。很快，我将军府便不能敌，都被擒住。云初瑶早已经被松绑，得意地向我走来。沈知微，别挣扎了，这都是命，你改变不了什么。说完，一剑刺中了我的肩膀。我闷哼了一声，我只是朝他笑了笑。不，我早就改变了，是你输了。我望着皇宫那边的火光，父亲和兄长都在等着我们。这个时候你还要装？小姐姐，没必要吧？云初瑶翻了个白眼。那你就看着吧，你所珍视的，我会让你看着它毁掉。突然，他拿起旁边侍卫的剑，刺向了娘亲。我瞬间挣脱控制，挡在了娘亲的面前。剧痛蔓延至全身，我的意识和力气都在迅速被抽干。原来前世娘亲是死前是这般痛吗？娘亲，别哭了，这次换我来救你了。我怎么好像听到父亲和兄长的声音？他们来接我们了吗？我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这次不是噩梦。梦里阳光灿烂，回到了小时候，娘亲牵着兄长，手里拿着小糖人，父亲把我高高举起，放声大笑。知微，我们将军府的小明珠，此生定会平安顺遂。这个梦太好了，好到我不愿意醒来，但是外界总有呼声在呼唤着我。待我睁开眼睛时，窗外早已经春光灿烂。娘亲、阿爹、兄长还有黎初都好好的站在我面前。史书记载，长宁三皇子不忠不义不孝，联合西蛮与丞相府率禁军逼宫弑父，天理不容。将军府神兵天将护卫王都，皇帝薨逝，三皇子被斩，无人继位，天下无主。将军府深得民心，为百姓推崇。沈老将军以年事以高据之，其子沈毅之称不善政务，据之。其女沈知微登于皇位，乃长宁第1位女皇，在位46年。长宁海晏河清，四海升平。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喜欢，记得订阅本频道。我们下期再见。